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生活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莫过于菜市场，很多朋友喜欢去菜市场买菜，认为菜市场的菜新鲜，种类更多，且可以议价。其实有很多的食材表面上看上去干净很精致，给人一种比较好的状态，但实际上它们是最脏的。生活中多积累经验，不要再上当受骗了。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，认真一点。那么你知道全世界最脏的食物是哪些吗？下面就盘点一下日常生活中最脏的10种食物，看看这几种食物你吃过哪几种，还在吃吗？建议大家尽量少吃这些食物。1. 猪大肠。猪大肠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猪大肠不干净，但是又难以抵挡这种食物带来的口感。对于那些喜欢喝酒的人来说，猪大肠更是下酒的好菜。然而你可真想过，猪大肠可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脏。它是猪排泄粪便的地方，即使你洗得再干净，总会有一些粪便的残留物。况且有些人还喜欢吃原味的，认为洗得太干净，味道反而不纯正。如果你肠胃不好，我劝你少吃猪大肠，因为里面可有不少的细菌，吃多了会给自己肠胃增加很重的负担。但凡有一条猪大肠没有清洗干净，还做成了菜，体质好的吃了也许就拉肚子，体质差的吃了说不定就有生病的风险。那么多的细菌和毒素，对我们的身体损害非常大。2. 烧烤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？烧烤的确很好吃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真的很脏？食品在烧烤炭火的过程中会吸附不少的灰尘，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为了降低成本，常常选择那些低劣的原材料。有些丧心病狂的商家甚至还用地沟油直接就摆上烤架，拿上各种调料一顿烤制，很是诱人。因此长期吃烧烤肯定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搞不好还会患癌。3. 露天腌菜。菜市场的腌菜从来都不缺人买，有很多人都喜欢吃，还有的人顿顿都离不开它。它的优点很明显，它的缺点却没有多少人知道。首先，露天腌菜易沾灰尘这细菌，菜市场里人来人往，走路引起的灰尘，说话咳嗽时带起的飞沫，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生边的腌菜上边。与其他新鲜蔬菜不同，很多腌菜浸泡在水中，一旦细菌进入潮湿温暖的环境下，很容易腐败变质。其实露天腌菜温度不适宜变质，腌菜储存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，一般在5到15摄氏度为宜，温度过低不利于发酵，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，一旦进食对人体百害而无一利。夏季天热，菜市场空间不大，时常一进一出便是满头大汗，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利。最后腌菜中含有太多亚硝酸盐，进入人体之后可产生亚硝胺，这是公认的1级致癌物质，经常吃可增加患胃癌风险。我们一般建议腌菜要么刚开始腌了几个小时吃，要么等20天之后再吃，注意并非时间越长越好。到了低谷之后，亚硝酸盐的含量又会小幅度上升，还会出现臭味、长霉等情况，这说明食材已经发生变质了。而菜市场露天摆放的腌菜，你并不清楚它腌制了多长时间，但摊主涉及到自身利益，有些可未必会如实相告。4. 泡好的木耳。木耳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，很多人都经常吃，尤其是黑木耳更是受到人们的追捧。在菜市场里不仅有干木耳，往往还有已经泡发好的湿木耳。木耳看起来非常方便，但其实却很脏，
木耳本身无毒，但木耳的变质速度是非常快的，而在变质的过程中会产生几十倍的细菌。如果长时间的泡发，再加上外部环境不良，比如泡发木耳周围有过期变质的食物，或者浸泡的容器残留着其他食物变质的残渣，就容易产生剧毒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致命毒素产生，泡发木耳一定不能太久。木耳泡多久就不能吃了呢？一般来说，建议大家泡发木耳用温水或者是凉水浸泡1到2个小时左右即可，最多不要超过6个小时，不要一次性泡发。很多木耳吃多少泡多少，不建议泡发之后放在冰箱中保存，应该现吃现泡。木耳如果泡发超过24小时，建议就不要吃了，特别是夏天更容易滋生病菌。浸泡后如果闻到异味或者摸到有粘液，就说明已经变质了，赶紧扔掉。另外，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获得更能迎合消费者的所谓的黑木耳，或是为木耳增重，只用化学剂硫酸镁浸泡木耳。被浸泡过的木耳两面都呈黑褐色，没有正反面，甚至表面会有白色的附着物或白色小晶体。使用这种木耳对健康会造成一定伤害，而且又苦又涩，味道也不好。5. 无根豆芽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起，市面上很少买到有根的豆芽了，大多都是那种胖乎乎没有根的豆芽。而那种豆芽卖相好，也饱满精神，看上去特别好看。其实这种无根的豆芽暗藏玄机，它们大多数是由化肥和激素催发的，通常会增加一种无根水的化学物质，它会催发豆芽的生长，并且让豆芽长不出根来，只长出可以食用的部分。最特别的是，添加了无根水之后，从豆子长成豆芽的时间也会变得特别的短，这样等于变相的增加卖家的利润。即便无根水的功效已经很强了，还是有一些不良商贩为了进一步缩短豆芽成长的时间，违规添加尿素、硝胺以及漂白剂，那这种长出来的黑心豆芽更加是毒上加毒。6. 散装丸子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年轻做的饭？很多年轻人能把丸子做出花来，对于平常人来说，丸子只有在吃火锅的时候才会出现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把丸子炒成一盘菜，炖汤的时候也要放上。一些总之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丸子无论做什么菜好像都必不可少。即使火锅丸子虽然好吃，但它的质量却不怎么好。首先说做丸子使用的原材料都比较廉价，还很炼制，而且制作过程中还会增加大量的防腐剂，还有食品添加剂等等。为了保鲜，不仅如此，平常的丸子都会放到冰箱里面保存，就是为了把丸子放得更久一点。而且很多丸子是没有包装的，看不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还容易串味滋生细菌，所以散装火锅丸子不要买。7. 辣条。有人说没吃过辣条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，且不说这句话是否正确，如果你没有吃过辣条，那就恭喜你有个健康的好习惯，因为辣条真的很脏。目前市面上很多的辣条都处在小作坊，这些小作坊的卫生环境、制作标准以及原材料等都难以让人放心。就算是那些大品牌的辣条，大家也少吃一些，因为辣条里面含有不少的添加剂，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。8. 小龙虾。作为夜宵爆款的小龙虾确实非常受欢迎，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小龙虾很脏，它的生活环境很复杂，容易遭到重金属的污染，虾头通常含有大量的污垢，而且身上还携带着不少的寄生虫。如果清洗不干净，食用者很容易出现腹泻等症状。清洗小龙虾可是要花费不少时间，所以很多商家为了追求速度，就是简单冲一冲、刷一刷就下锅了。
这样做出来的美食，卫生方面是不是很令人担忧呢？9. 鲶鱼，很多人对鲶鱼的印象很差，因为它是垃圾鱼。这种鱼的话，适应能力很强，几乎什么都吃，不管是臭水沟还是泥潭，都能活得好好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大家都不愿吃它。不过已经有不少养殖户对这种鱼进行人工养殖，卫生环境还算可以，想吃的话可以选择人工养殖的。10. 巧克力，美味丝滑的巧克力居然是最脏的食物，这确实出乎不少人的意料。巧克力之所以被称为最脏的食物，与它的制作过程离不开关系。众所周知，它的原材料是可可豆。目前全球主要的可可豆产地非洲，当地因为生产工艺落后，通常会使用人工加工的方法，而当地人的卫生意识就非常淡薄，加工过程中有虫子渗入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，很多国家对巧克力生产加工的管理还十分松懈，只要巧克力当中的杂质不超过一定的数量，就会被列为合格产品。所以看完之后，你还敢吃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